哦，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才会有人觉得我帅。不，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不是图你们这个。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永远不要知道。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叫“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难，我很难过。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哎，你别难过，你别难过，你往好处想。你看，他们才发现。”徐志胜当年一上台，他们就发现了。我想说的是，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徐志胜是丑，我是难看。你们能分清楚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你一看他难看，你再也不想看了。丑是一个我好丑，但你忍不住还想看。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怎么能长这么丑呢？我这样说，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志胜长相的意思，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丑也是一种好看，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你们想想，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有丑角儿，但是没有难看角儿，难看的成不了角儿。其实我很清楚，就是我这种长相，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只配演那种《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关羽在城外叫嚣，谁敢一战？我说，末将愿意前往，你知道吗？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你知道吗？打战鼓呢，在这个就是。而且，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我的嘴很恶毒的。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我盯着手机我就骂。我说你个丑货啊！你修仙光修下巴呀，是吧？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哎呦，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我跟他说：“他也不容易呀。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从小到大，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真的，没有一个仙侠剧啊，不是，他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我妈看的那个热搜，从愤怒到妥协，只用了3句话。第1句是：“哎，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第2句是：“蒙恩多帅，那蒙恩多帅啊！”第3句是：“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凡族长相。他就说，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这就是凡族，就大概就长这样。你们都看的就
有什么好啊？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这真的就是那个视频，他就这样，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说实话，我看着那个图，我从来没那么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是吧？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乡愁。而且我发现，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我老婆看完之后，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就她就这样，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她就想改。我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我点开那个视频，然后在下面评论，我说：“对呀，没错，长成这样，因为我是你祖宗。”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反祖，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因为长成这样的人，小脑发育不健全。所以他冲动、易怒、会报复，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小脑差、脾气还差，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家和翟佳宁的结合体。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对吧？是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枪杀了一个 CEO？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你们啊，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他因为帅，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的社会背景、他的工作背景、他的教育背景，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社会不公。哎，他要是长成我这样，他们还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说他杀人，因为他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所以易怒，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为什么要来2枪？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第1枪瞄不准，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 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然后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谢谢大家，我是杨文。谢谢杨文。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杨哥，这个。我在笑，这个他上来第一句话说是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这个大家对他都很宽容，叫帅哥什么的。你是万万没有想到脱口秀的节目组对你做了什么，请看大屏幕。关了，还是脱口秀才最适合我。那我想把这个难题就是能不能交给佩岑姐，因为我也想听听，就这种情况下怎么把他弄成天使？他现在是天王。首先，我觉得没有不好看啊，你本人很好看，上镜可能就。
也是算比较不上镜，我真人比较好看。好看。你看你们都好好哦。说真的，我眼里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幽默的天使。谢谢。我觉得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是它有特色，它的特色就会吸引我。我上大学的有个外号叫我眉骨怪，就是因为我这个特别大。不会，很好看。好，眉骨天使。好。眉骨天王。但是美感这种东西啊，我真的要问马东老师。毕竟他是割过眼袋的人，他对这个美有他自己的追求，所以问他一定最清楚。来，东东，我把我那大夫介绍给你，好不好？这个我跟蒙恩在李诞他们家见过一次，蒙恩在我印象当中模糊的，然后今天在这儿见到，我发现，就是模糊的。我没有见过这么勇于抛弃自己的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让人开心的一个作品。谢谢。我觉得蒙恩讲脱口秀给我有一种复古的感觉，不是那个复古，就是那不叫反祖吗？那是好词儿。我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舞台上听到杨蒙恩谈容貌焦虑的问题了。我其实不焦虑，我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不焦虑。我以前问过这个问题，专门咨询过，就是因为我说我觉得嘴凸，然后我去北京找了个医生问我说我想戴牙套，然后医生跟我说你这个嘴凸不是牙的问题，他说是我这种什么骨质，就是整个我的嘴的这个下颌骨这块就是凸的，所以你要想往回弄，就是得要把这块切开，然后再往回放，然后一共3年，我当时我就不焦虑了，我说不用这样的，我自己这样。多好，整个状况都挺好的，挺好。咱悄悄不告诉他把那照片再调出来吧，他们。我一直以为你这10分钟说什么像猿人是骂我呢。你长得哪儿像猿人啊？你是猴，我是猿。猿猴一家亲。还争上了。真没觉得那个照片有多丑，实话实说。但是你要如果是一直那个表情拍那个戏，那的确稍微有点。那就一针，你知道吗？就接戏要慎重，不接再也不接了。哎，那你可以去试试马老师那 sketch 的节目。我们找演员也要慎重啊。哎，大家好，我是马东。哎，谢谢。哎，站在录像现场从来没这么紧张过。第一，因为不会说脱口秀；第二，因为这不是爱奇艺吗？你懂啊？非常忐忑啊，因为你们都说去年我把一个节目给带到隔壁平台去了，是吧？所以今天回来呢，第一是为了赎罪，啊，理解哈；第二，回家来看看，看看还能再带走点什么。说实话，很想念，真的。这2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马东，想家就回来看看，想加薪还是得跳槽。跳来跳去有用。你看我现在，我站在这儿，我现在身价都不一样了。今天往这儿一站，免费了吧？啊，敢找人家要钱吗？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多你们熟悉的人哈，有这么一位，他父亲是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他本人呢从小就喜欢相声，不好好念书，就以为说相声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怎么都能说，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就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超过他父亲。那怎么办啊？就干点别的呗。干什么呢？干综艺呗，是吧？当评委呗。自己没有喜剧作品，就坐在那儿点评别人的喜剧作品呗。
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是吧？这谁呀？就是我呗。这个场上就是我跟郭麒麟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俩有好多体会是共通的。我不懂脱口秀，但是这个场上我是懂郭麒麟的。郭麒麟现在真的很优秀，你看，演戏又演得好，然后情商又高，人又长得帅，多么优秀的年轻的老艺人。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所有的喜剧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甚至所有从事笑的艺术的工作者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你说心里话，郭德纲是不是应该向你学习？原生家庭的痛我们都有。不敢说。大家看，杨天真真的是瘦了好多啊，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你看你，哦，你是侯佩岑哈。佩岑姐姐，我们是好朋友，今年特别棒，在浪姐那儿留下了好多高情商的名场面，我印象特深。她见着管乐的父母，一张嘴就是妈咪、爸爸，你们生了一个天使。你听听人家这情商。我不瞒你说，上一场我借了他一充电宝，他也说我是天使。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人了，就是没有见过侯佩岑的人，因为只要见着他的，当场都成了天使。说回到天真哈，江湖上有好多谣言，他们说天真姐姐暴瘦是因为失恋，怎么可能呢？我那么了解她，真的，我真的不能让他们这么诋毁你。凭什么一个女生暴瘦就是因为失恋啊？在我心里，你纯是因为生意失败，就是大码女装卖不动了嘛。我觉得咱事业女性是吧，要受伤也受事业的伤。行，这边的人我都得罪光了已经。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至少这个节目里的选手都还盼着我好。我们那节目里的选手关心我，主要体现在关心我什么时候生病。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录像了，土豆那个作品都一直没有准备好。录像前一天，我被隔离带走了。土豆得知以后啊，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的。吕岩说：“你笑什么呀？咱们明天就开演了。”土豆说：“这哪是明天开演？这个老登被带走了，这是老天开演。”他们都管我们那儿叫喜剧监狱，其实哪有什么监狱，就是上班嘛，对不对？每天演员也是来我们这儿上班，跟这一样写稿子，创排、熬夜。我有时候看着他们那么辛苦，我真心里不是滋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呀，我说你们这样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要不然你们晚上加班的时候就别开空调了。”他们说热。我说嗨，就你们这作品质量，演着演着就凉了。其实我知道，在场的选手啊，都因为创作而感到焦虑和痛苦，然后老问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你问我怎么办，这就叫活该。真的，因为是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之一了，每天在新鲜的创作。那如果你的作品在舞台上获得了观众的笑声和肯定，那是什么呀？也是活该。谢谢大家，我是马东。谢谢马老师，谢谢您真诚的祝福。哎，对。
希望咱们所有单口演员都活该，好不好？也再次欢迎我们3位气氛组组长，欢迎天真姐，欢迎大林，欢迎佩岑姐。各位请落座。吨吨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好几年没有演脱口秀了哈，好像一共就2回。对，上回是脱口秀大会第2季第1场啊，上次就演砸了，这次也够呛。太难了，还是点评吧，要不。好嘞，大家都回到自己舒适的位置上。对，大宅对马老师铺垫太长，得删。上一场是一场很精彩的对决，是嘻哈所带领的嘻嘻哈哈队和黑灯所带领的叫制高点队2个队进行了一个对决。几位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吧，上一场印象最深刻的那些时刻。最后结尾已经天王山之战了，尖峰对决了。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2个你说就能量偏低的那2个女孩啊，因为很有特色。史岩啊，就叫史岩还有陈爱，对，别的都在你的想象之内，那个在你想象之外，我觉得那个特别棒。陈爱那复活金牌，我到上楼还乐呢，我太爱这个了，我是。上一场是很精彩，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选手都留在这一场了，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哎，高情商发言，那难题交给佩岑姐了。就是一场比一场都精彩，应该是说每一场都是高潮不断，然后绝无冷场。第1场怎么就不精彩了呢？第1场也很精彩。糟糕了啦！我也是害你有瘾，反正已经派发了20多位天使了。对，刚才演的全是天使。是，也许就是因为有天使在，我们才放心讲那么多地狱笑话，是吧？那也话不多说了，有请今天要上场的朋友们。本场要对决的2支队伍，第一支是由杨蒙恩带领的生日快乐队和由唐香玉带领的刚好相遇队。我听说2支队伍也都准备了一个口号，那杨哥，要不杨哥先来？你选我们算是踢到，要害了，吓死我了！就是要害你们。好嘞，一看就是有商有量啊！来，要比赛了，这个各位也是准备了很久了，请入座吧。谢谢。加油，加油，都加油！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每一轮都是2PK。那么，第1场 PK 即将出场的会是哪2位呢？请看大屏幕。有请，谢谢，有请梁岩2位，请先来到对战区。谢谢。加油！Thank you。又是一场新老对决。梁岩不需多介绍了，老朋友，谢谢他的名字，他的艺名就叫谢谢。每次谢谢他的时候都谢谢。确实，他第1轮的时候跟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衡水中学就读的经历，但是今天呢，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视角。开场不容易，我们给他最大的热情和掌声，好不好？掌声有请，谢谢。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他专门负责查违纪，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恋综观察员。台风特别稳，段子硬，现挂的能力很强。那像我在衡中会遇到那种每次考试都能考年级前10的人，那没有，比赛成绩真的很不好说。我觉得我跟谢谢5-5开吧。梁老师文本特别扎实，然后逻辑啊什么都非常流畅又丝滑。梁岩就是老大哥，北京人的那种说话我就喜欢听。梁岩几乎是谢谢的2倍年龄，我看他俩到底谁厉害。压力挺大，这赛段赶上我的期末季，我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吧，我交了5-6篇论文，还有一个大的视频剪辑作业。确实是在学业上要完成的任务太多了。
每天白天写论文，然后做作业，晚上去开放麦，然后再打磨稿子，就连轴转的。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我已经尽力的去高效率的完成它们了。你觉得谢谢这次盛款大吗？大，那简直不能再大了。谢谢是一个新人啊，我觉得肯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此乃1胜，谢谢我们听过，内容非常扎实，没有任何问题。此乃2胜，梁岩的我听过是稳健，但他的是经验。此乃3胜，加油，谢谢！只要讲不死，就往死里讲。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然后，对，谢谢你。我在上海呢，叫 Thanks。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咱们聊聊上坟。我18岁那年，我爷爷迁坟，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我就问我爸为什么，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我说哦，也就是说我太爷爷、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我爸说不，你爷爷是第1代。我当时都吓坏了，我说爸，咱俩今天还回家吗？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我说爸，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我爸就跟我说，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又没说必须现在用。我说哟爸，那你目光挺长远呢。我那年才18岁，没毕业，没工作，没车没房，有一块自己的墓地。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我爸给我解释说，咱这是公墓，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我说爸，如果没记错的话，爷爷活着的时候，咱都不跟他住一起。但没有办法，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我说蒙河公墓48号。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他才能收到。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我就念叨1句自己。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阴间7600亿，存了一个死期。我现在为了存钱，逢年过节就烧纸。不光清明节烧纸，圣诞节我也烧纸。前2天父亲节，我爸说啥没让我去。我为了烧纸，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他说：“孩子，你这是给谁烧呢？”我说：“给我自己。”当场他脸就绿了。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但我有点太努力了，我爷给我托梦了，他说别烧了。够了，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说哎，给孩子的。
我不光烧钱，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纸扎的跑车9.9块，还送车牌和驾驶证。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虽然活没活明白，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我不羡慕有钱人，活着有钱，死了又带不走，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生前你不理财，死后财不理你。我现在心态很洒脱，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我也不害怕死亡，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很多人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我知道，巨额财产，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即将被拆除。我当时的反应也是，他一个公墓，他能怎么非法经营？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我就一定要查清楚。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但他宣称为永久。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20年以后，那骨灰咋办呢？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我现在算是发现了，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我也是没想到，年纪轻轻，人还在，坟没了。今天也是忠告大家，这理财有风险，烧钱需谨慎。那不说了，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好，讲这，谢谢大家。谢谢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感谢谢的表演，谢谢你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还是蛮紧张的哈。紧张。现在好点吗？现在没好。我说讲段子的时候，其实比现在要好一点，演完以后开始反劲儿了。演得很好，很好。我看几位拍的特别错落有致，大家都拍在了不同的地狱笑话上。我应该是拍的第一个，就是18岁已经找到人生的目的，我觉得很精彩。然后我很喜欢你的名字，因为很有礼貌。谢谢。我觉得你的内容非常好，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要讲一些年轻人的东西，我好怕有代沟，我听不懂。结果我发现你的段子是老少咸宜的，然后虽然这个话题一开始听了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但是真的很好笑。谢是还在读大学对吧？对，在是北大的。是。我记得谢在第1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的高分。啊，对。第1轮的高分会对这一轮有压力吗？有，因为其实第1轮我感觉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嘛，所以这一轮还挺紧张，而且这一轮，准备比赛的时候还正赶上期末考试，我半个多月交了6篇论文，可见写的质量也就那样。我小众的苦恼啊，北大小众苦恼。别让导师刷到了。导师知道因为导师现在还催我交论文呢，我跟他说不急，先把节目录了。
我论文主题就是研究单口喜剧线上节目的话题对传播度的影响，就是这个。但是刚才你们也听说了，就是质量很差。跟那个您的老板说，这现在在社会实践是吧？对，我就说实习呢。我觉得谢谢很厉害，因为你讲单口喜剧其实才不到2年的时间嘛，对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真的文本能力很强，然后对事情的思考又很奇妙。你上一轮讲的应该是衡水中学整个备战高考的过程，对，然后现在年纪轻轻又有了一个墓地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你的人生很丰富哎。这看着就不怎么丰富了，都到墓地了。是。然后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有道理，我也应该买一个墓地。哎，你上次自己办完自己那葬礼，不是一条龙的吗？就是。对，还没有往下走，应该走下一步的。我葬礼也办了，我就可以买墓地了。咱不应该先买墓地再办葬礼吗？中间放哪儿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第一次的表现特别好，所以这次其实对你特别有期待，也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你毕竟也没开始干几年嘛，还赛校生呢嘛，而且还是在半个月赶了6个论文之后，忙里偷闲得做我们这个。没有。而且这个我发现今天啊，关于死亡的这个议题非常多。这个赛段，对，刚才明飞也是说这个祖坟问题，对吧？陈爱是关于那火葬场烧人的问题，然后再到你这个，对，现在年轻人都开始信风水了，开始就是看鱼了，现在开始。确实是，为什么都是跟死有关的，死亡传染的这种感觉啊？挺好的，也不错。我也很喜欢这个预制坟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位老艺术家讲的非常有道理啊。我觉得谢谢，就是整个思考文本能力肯定没问题。他才大学在校啊，对不对？04年的朋友。对啊，缺的就是舞台经验。你看看郭麒麟同学几岁登台，现在到台上挥洒自如，那个东西就是养出来的，其他的都已经足够好了。很喜欢这个作品，棒！感谢。哎，谢谢。我问一个问题，就你演出，你一般下来以后怎么评价？说，哎，我这场我演的效果怎么样？我感觉就是每次演出都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跟观众的连接，就是因为我能感受到今天现场的观众都非常好。我就有时候在线下演会出现那种，能感受到观众不是很想听我的东西，那种时候就会比较难受。大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把他们？那都是一些个非常下作的手段了。比如炸口什么的类，这都不能放在脱口秀。但你就，这不行。哎，这不是付航常用的技巧。我什么时候干那种事儿？啊，这还再来好玩，再来一个。我又想起你说那个，你是个大喇叭，你就是个大喇叭。特别好，谢谢，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场，谢谢你。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那为了对决的公平起见，我们暂时不公布你的观众投票，请你先落座休息，谢谢。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掌声有请梁岩。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
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啊，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香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哦，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啊，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哦，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啊，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南瓜当时还说呢，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香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香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位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着我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啊，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1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
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一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一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啊！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湘玉。这既然中间聊到了这个乘风破浪的话题，咱问问佩岑姐，觉得这有希望吗？我觉得唐湘玉是大美女，大美女。谢谢。那我猜你没有选上，就说明你跳的太好了。就是我压根儿不会跳，我觉得。你看我47岁才选上，你还没满40岁，对不对？再等等。你满了40岁那年，再等7年，一定能选上。对啊，好，有盼头就行，有盼。我这个人就需要一个奔头就行了，也不一定真的能去，因为我确实是各方面能力还非常欠缺。我就是勇敢的去面试了一下，咱就探索一下咱们的那个边界嘛。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听唐湘玉的脱口秀，就是我觉得她有那个自然的，有时候你会好像等着脱口秀的人要抛一个梗，可是我觉得她自然上去，你就很喜爱她，你就知道她说什么，你都想对着她笑。大家好，我是唐湘玉所以她是很有吸引力，很有她自己个人魅力的。我好喜欢你的表演。谢谢佩岑姐，谢谢你。前2天知道你来，我都高兴疯了，就是好像我没有参加那个节目，怎么感觉我娘家来人了一样的啊！支持你，特别开心你能来，谢谢。我看到湘玉有很多的成长啊，不管是你讨论的话题，还是人生的选择上面。哎，你今年做队长是什么感觉啊？大家选我的，然后选我，给了我这个信任，我就干吧，我就干。但其实我没有那么擅长，我感觉我就是一边摸索着一边干，然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真的我的队友们非常的担待我，给到很多的情绪价值。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组能越来越好，真的是。反正我就是看到你的一些变化，从关注自己啊，到包括支持周围的人啊，很多具体的事情在你身上的成长，感觉到你好像就是更成熟了。是因为我也从去年到今年，确实是也长了1岁。我是觉得听您刚才这篇就感觉您现在生活上其实挺幸福的，您也不一定特别想去浪姐。芒果的老师们在看吗？就是我非常想去，但是同时呢，猕猴桃的老师们在看吗？都在。我也非常想留在喜丹。弄一果切，你这个。
我只是觉得就是您在这里头就好像不是特明朗，就是您那意思就是说说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的近况。是，其实我是想让我自己什么都写。之前大家很多人对我的印象就是，记得我讲我老家的事情，我自己家里的事情哈，相对沉重一点的东西。但其实如果看了我2个专场1个主打秀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什么都写。我就想让我自己更加全面，让大家看到更多面一点的我，咱不要局限在一个赛道里边，什么都闯一闯嘛。是，那当然。这不才是浪姐精神吗？是吧，姐啊？是。香玉，我就特明显能感觉到你的那个美是美在性格上，不仅仅是形象上，形象上已经够美了，你那个性格肯定是就征服了之前的观众啊，然后包括你的那些朋友们。我相信你自己的专场里，你那些对生活的观察，你写的那些东西会更打动人。就我们说那个打内的包袱有时候特别响，尤其是你跟队友啊、跟导演组这沟通当中，因为大家有共同前提，所以特别容易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要警惕这个东西，警惕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好，谢谢马老师，谢谢您的建议，谢谢您，谢谢。其实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他好像有点要掉，我就有点那个担忧了。但他掉下来了，我反而放心了，没事儿，没怎么影响到我。香玉啊，泰戈尔还说过一句，人 wave 的时候要记得用 vivo S30拍张照，因为啊，快乐你就要 vivo live。快看那儿，这 vivo 正拍你呢。这照片太棒了。谁拍谁是自信的嘎啦。我们也把蒙恩请回舞台中央。队长之间的对决也是强对话，我们来看一下杨蒙恩、唐湘玉这场 PK 最终结果如何。我压杨蒙恩，你压杨蒙恩，我也压蒙恩，唐湘玉吧，杨蒙恩，唐姐，蒙恩。杨蒙恩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他演那个提头的那个，非常像美国单口的那种表演。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演员能演出这么纯粹的单口的东西了。唐湘玉的表演这么鲜活的在舞台上面把自己这么想表达的东西都这么认真的有勇气的表达出来，太精彩了。2个人其实讲的内容是有点差不多，这种还挺好，旗鼓相当，谁赢谁输都说不定。强强对决，这个就是神仙打架。我们首先恭喜唐湘玉185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于这场 PK 一直是非常紧张，因为杨蒙恩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然后我看他很多的段子，所以说我能跟你 PK 一场，我特别荣幸。是。警惕你身边有我这种粉丝啊！然后我还有一句话是想说给猕猴桃的我们喜丹的节目组说的，就是虽然我的段子里边会调侃，就是想去别的节目什么的。这个节目组也挺有幽默感的，他们听得出来什么是段子。喜丹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的家一样的存在。谢谢你们陪着我，谢谢你们在，谢谢。我感觉我肯定是会有成长的。虽然这2轮我有一说一，我打得很艰难，前面的选手他都是我承接不了的风格跟能量，但是对于我来说，叫平静的海面训练不出好水手，这就是浪姐精神。我刚刚在台上下了台，就是讲的时候我有点懵，我说错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今年其实又客串了一个古装剧。啊，对，他也在爱奇艺播，你们有了爱奇艺会员的话可以看一看。来。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根据规则要前往待定区了。根据规则，我应该不会被淘汰。那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谢谢杨哥。加油！哎呀，待定区的朋友们也要警惕啊！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来了。来，教主，咱们来迎接杨蒙恩，终于把他按到这儿来了。盼星星盼月亮，又盼来一个新队长。
欢迎队长回家，欢迎队长回家！哎呀，终于给你等来了，朋友们，这是排名第1的队长，殊途同归啦！走得早了，第2，我排第2。我觉得他在舞台上散发的魅力啊，就是远远大于他在仙侠剧里面的魅力。以后仙侠剧啥的别再接了。对决继续，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小佳、英宁，请先前往对战区。小佳、英宁应该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同时他们也是《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舞台上的2位新朋友。希望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首先要上场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永远用着一些人畜无害的表情，说着那些最地狱笑话的朋友。我们有请小恶魔小佳。大家好，我小佳。我这几年呢，养成了一个不良爱好，喝酒。对，当然我不是因为喝酒才这样的，好吧？我小脑健全的好吗？因为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拿着我的照片，然后说过量饮酒会导致脑瘫，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流口水的照片。我把它发给我的演员朋友，求他们别喝了。一个赛道容不下2个脑瘫。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会喝酒的，然后我舍友也夸我酒量真好，喝再多都跟平时一样。开什么玩笑？我喝多了比平时更灵活，好吗？我真的没有在搞笑，是这样。我这个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然后喝多了。酒精会麻痹神经，神经就会忘掉自己有病。我上次喝到一半，然后有个酒瓶从桌上掉下来，我2只手没接住，2只脚接住啊。只有神经病才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我朋友也惊呆了，他说：“你是不是再多喝点就能把病治好？”我第一次去酒吧是我舍友带我去的，我对酒吧是有刻板印象的。我刚进去还很紧张，总感觉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打我。然后大概喝了一些酒之后呢，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了。我们隔壁那个大哥左手臂还缠着石膏，我喝了一些酒之后呢，就跑去跟大哥单挑喝酒。大哥说：“你干嘛的？”我说：“没看出来吗？老子练体育的。”大哥说：“你是不是被铅球砸成这样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舍友第2天告诉我的。他说这都不可怕，最可怕是我摸着大哥的石膏，说本来想跟你玩15-20的，现在只能15-15啦。大哥脸都黑了，问我舍友我是不是在社会上被打成这样了。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喝酒，喝多了就跟我妈吵架。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喝多了躺在我们村的村口睡觉。我从镇上回来经过的时候吓到了，回去跟我妈说村口好像死了个人。我妈说可能是你爸。我更震惊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说妈，别这样说，也太不吉利了。他说我是真的担心你爸喝酒会伤身体，而且我给他买了很多保险，受益人都写的是你的名字。从那之后，我跟我爸喝酒都不知道怎么说敬酒词，我不能说恭喜发财，感觉怪怪的，更不敢说爸走一个。
现在我妈看到我有时候喝多也很后悔，她说早知道写自己的名字啊，老杨看起来能活得比你长。我那天看到一则资料说李白很多诗啊都是在喝酒时候写的，我就觉得他好会控制那个量啊，就喝酒了还能这么有逻辑。我在想他如果喝嗨了会怎么写？仰天大笑出门去，如何呢？又有整。我知道这个梗很尴尬，但是朋友们，你不觉得这样写更显得李白很洒脱吗？我今年年前的时候有个体检，医生说我身体有个酒精代谢酶比别人还要好，说简单来说就是我很能喝。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哦，外面看不出来而已。你就感觉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给我开了一箱酒。然后说喝吧，喝多了就能走直线。我这2年很少喝多了，我上次喝多是在上海街头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边走路边喝，然后喝到实在走不动，就躺在一个马路牙子。我突然理解了那年躺在村口的我爸，这次死了2个人。我很感慨，我觉得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就觉得很感慨。然后我看着我朋友，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我朋友沉默，他说你说的对，我们去买点桂花酒吧。谢谢大家。谢谢小佳，喜欢小佳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小佳。这个也是一个新，应该是个新鲜的话题吧？你好像之前没跟大家聊过。对，没说过。今天上台前是不是有点，就是包括整个过程中有一点紧，还是？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可能是累了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你聊这个话题的，就是喝酒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小佳身上的一些侠气。我特别喜欢那句，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了你一箱酒。我觉得这个就是心里的那种豪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状态。然后我好像还没有跟小佳喝过酒吧？对，我们可以找机会喝一下。OK， 没问题。我是觉得，因为其实我身边好多都是歌手朋友们，平时喜欢喝点酒。但我拍戏的时候我不会喝的，就是我要在现场保证很清醒。但我其实很羡慕那些个能边喝酒就边把事儿干了的人。人家说那个李白这个作诗，王羲之写这个帖，好多不也都是喝大了之后就怼咕出来的吗？我说人家都能怼咕出来，我怎么怼咕不出来呢？特别羡慕，所以我听到你这我也挺感慨，挺好的。首先我要谢谢小佳啊，我这个化妆间收到了您送的那个书。哦，谢谢马老师，感谢，哎，回去拜读啊。这个，哎呀，尤其是你的这个话题让我有点想念李诞，你知道吗？哦，他还在。哎呦，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对，因为我上次见到他，他也是挡在村口，所以我不确定。然后那个，你要是约杨天真喝酒，也可以叫上我一个啊。好，没问题。马老师，我讲脱口秀之前去参加了奇葩说的那个千人捞，然后就是没捞上来。对。然后就是在那里接到了当时的公司训练营的那个 offer， 对，然后我就决定说，那奇葩说没选上，我就讲脱口秀，然后就讲，对。世界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开了另外一箱更好的酒，大概是。但是我觉得，就回到作品，我觉得小佳的作品就特别好，就是他整个文本是特别严谨的，逻辑层层的
都特别合适，然后又适合他自己。你其他任何人，你未必能说得出他这个节奏，棒。我也想谢谢小佳，因为我也有收到你的书。我觉得小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看起来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他一开场上来就跟大家说，我现在这样跟喝酒真的没关系。我觉得整个现场就被他热烈了起来，然后我们也真的就是放开，然后很开心的进入他的世界。那如果你现在紧张的话，等一下我们说不定可以喝一杯，就可以放松一下了。谢谢。是的，那恭喜小佳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请小佳先回去暂时休息。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哎呀，上一赛段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上一赛段他刚刚跟蒙恩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老友对决，这次又要跟小佳 PK 上了，掌声有请莹宁。大家好，我是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的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死平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
他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躲哭，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了，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她就说她当年就得过，她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她说我当时抱了你第1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而是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她，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她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他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他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呢，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宁。谢谢英宁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英宁。其实我觉得那个题材还是很好的，跟母亲之间互相托举的故事，但我觉得稍微讲的节奏有点乱，就是我感觉好像上来那个气就有点赶。明白。确实，这样一个话题有时候也蛮难处理的。其实它中间讲了很多的小的故事，有时候是关于自己的，有的时候又是关于母亲的这个困境，然后几个故事之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衔接还是蛮考验演员的处理的。但是我很感动，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母女的议题，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话题去碰触的，还包括了产后抑郁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都是用很柔和的方式去把它阐述出来。但是其实中间有一个点，就是妈妈在亲戚面前替你撑腰，这个我听了觉得很感动。有时候如果跟妈妈可以当最好的朋友，然后她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然后你也支持她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情感。所以其实我还想要听你多说一些。谢谢佩岑老师。因为我不懂脱口秀，要是我要从头学着写，我也可能也会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是我会去想说我的故事虚实之间的那个比例到底应该怎么样，有多少是超越我的真实生活，但情感是真实的，有多少又要还原到我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来，但又不照搬，这是它最难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就谁能处理好这个，谁就是真的棒吧。谢谢。我得澄清一下，最后没有那个孩子没有选择来我们家，就是有点情深缘浅的对。
其实英宁今天表演的是，我想稍微聊一点，就是她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勇猛、非常强悍的东北女性。就是这一次英宁写稿，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妈妈下场的，就是她妈妈说：“我来写写试试。”给大家看一下，英宁她妈妈还自己亲自手写给女儿说：“我试试帮你写稿。”英宁今天上场前，她跟我聊，她说这几乎是她人生压力最大的一天，因为这篇是讲她妈妈的，她特别想把这篇讲好。有一点遗憾吧，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可能很完美的，有的时候，对。但就是一直在成长了。这个过程有时候比结果反而更重要。对，我现在好像更理解英宁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题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东西，又太真了。关心则乱嘛。因为我看过他上一场表演，因为我非常坚信他是一个好演员，我还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看到你有更多新的东西。好，谢谢郭老师，谢谢大林的坦诚，我们也把小佳请回舞台中央，看看这组对决，观众朋友们最终会给出怎样的选择？最后结果请看大屏幕。哇，很接近，很接近，小佳168票，恭喜小佳成功晋级。160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那英宁前往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那我就当淘汰感言说吧，本来想走得远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篇讲得好一点的话，可能自己的人生不会留太多的遗憾。然后但是如果是最后一篇是这个收尾的话，已经很好，是我觉得那就妈妈我爱你。大家记得去线下看英宁的演出啊，在加拿大也有英宁的演出。谢谢英宁。哎呦，走了。我只能说，这个舞台，包括所有的脱口秀的舞台，就是去留留，来来回回。好在脱口秀是一个能做很长时间的职业，好在它能一直讲下去。